青龙使，送葬师。沐雨啊沐雨，世间的人对我们暗河还真是充满敌意。大家长，不要乱来。想要和星剑传人对上一剑，便是乱来吗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前来天启城幸会青龙使，还请通报一声。通报。我要见琅琊王。千百年来，江湖之人听闻暗河之名都是敬而远之。你们是黑暗中的刀刃，不知何时现身取人性命。而我是天启的青龙使，护卫着这座城池的安宁。所以，抱歉，方才防备的剑气是我的职责。我不在乎，不过苏沐雨可能会在乎。我女儿在唐家堡中见到了脂三鬼。如今是苏家主了。好。苏家主说，他们参与了唐门之变，但很明显，他们是站在唐连月这一边，他们帮助救下了唐连月。这对于我们而言，是一份恩情。韩英后来找到了唐连月，但当时唐灵皇已经被一群神秘的人带走了。他们一路北上追击，但连月身上还残留着冰月天蚕留下的寒毒，中间被迫停了下来。随后，就失去了唐灵皇的踪迹。唐灵皇被带来了天启城。那位四的密探也说了，前不久一群神秘的人进入了天启城，但随后不久就摆脱了他们的监视。韩一不想参与天启之事，便回了雪月城。而我和连月继续追查，我们猜测就是这群神秘人带走了唐灵皇。就在我们打算一查到底的时候，你们进入了天启。我们能帮助你们找到他们，所以你们来此是想和我们做一笔交易？话说起来，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些仇怨。按照我的性格，便应该将他们杀个干净。但是苏沐雨那个家伙，他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和琅琊王成为朋友的机会。我其实很不屑的，我这样一个张狂嚣张的家伙，怎么能想和琅琊王那样光明耀眼的英雄成为朋友呢？但是苏沐雨说了，他说的话你都听。他说什么了？苏沐雨说是暗河成为琅琊王的朋友，不是我成为琅琊王的朋友，所以让我闭嘴。哼，你说离谱不离谱？我是大家长还是他是大家长？我凭什么闭嘴？我还就要说，我不愿，我不屑，我嗤之以鼻，我白眼相看，我委曲求全。所以青龙使，烦请青龙使通报一声，暗河大家长求见琅琊王。所求为何？至于所求，我想当面跟他说。青龙使只需要通报即可。那个权力比你还大的苏家主何在？哦，他啊，他明儿要早起看房子，所以先睡了。来，咱这边请。我马上带你们看的宅子啊，冬暖夏凉，人来人往，满足你们既想开门迎客，又想自己居住的两重标准。我曾经的2任客人住在这里都发大财了，我相信你们夫妇也一定可以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不是夫妇，只是一起开药铺的东家。我懂，你们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，远来天启开药铺，只是东家。我可不信，你们定是从哪个大户人家偷了银两，私奔出来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嘴很严的。看
看起来可不太像。来，请。在干什么？人间。我这个暗河的恶鬼，来看一看人间。成河，你好像比以前更有烟火气了。烟火气？哼，那还是没有。若是沾染上了，也是与你和神医待久了。我只是看着这车水马龙的闹市，就禁不住的在想：平凡的过一生，有意思吗？没有江湖的恩怨杀伐，没有朝堂的算计风云，平平凡凡、柴米油盐的掰扯着几个童子，日复一日的活着。有意思的。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这样安稳一生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其实已经是一种奢望了。我们不也为了让暗河能够重新站在阳光之下，再争取一线生机吗？让暗河的子弟，不止你我，都能选择不同的活法，而不只是他人的刀刃，暗夜的行者。至于今后怎么活，怎么过，那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若有选择，昌河，你会如何？没有如果，即便没有选择，我也会杀出另一条路。说到选择，你真的觉得琅琊王可靠吗？何出此言？他若是可靠，何至于将自己变成如今这般境地？皇帝防着，皇子忌惮着，他这般畏手畏脚的模样，要我说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你也不爱听。你不是要和神医去采买药材吗？哎，走吧走吧，我就不投你们一道了。我这个恶鬼才不甘看着，我要下楼去体会一遭人间喽。世人皆知，天启城最好的酒在碉楼小筑，那里有名震天下的秋露白。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还是第一次喝到。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一月只出一次，一次只出2个时辰；而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一年只有一秋，一秋只出3日。大家长此行来的正是时候，觉得如何？我不会喝酒。哦，何解？我有时千杯不醉，有时沾酒就倒。酒对于我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我和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军那些人不同，我不是好酒的江湖客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彼岸的渡船人。何为彼岸？永儿，不要那么紧张。抱歉，师父。哼。大家长，刚才大皇子殿下叫公公为师父，我确实没想到。我还以为公公的徒弟只有5大剑呢。我自幼进宫，因为生得瘦弱，一直饱受欺凌，直到被派到了雍乐宫，遇到了淑妃娘娘，才算是有人照拂。
淑妃娘娘为人和善，待人宽厚，见我瘦弱就劝我习武，还从家族中拿出了一些武书让我研习。其中有一本残谱，名为《虚怀》，我也是看了很多年，才悟出了这一身奇功。淑妃娘娘，便是你的母亲？淑妃是先皇太安帝的妃子，也是我母妃的姨母。淑妃娘娘一生无后，在家族之中，只和这位外甥女儿走得比较亲近。她自知自己的家族势力不复从前，便托我多多照拂永儿。只可惜，很快我就被派去守皇陵了，只能偶尔离开，传授她一些功法。没想到卓清公公竟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。哼，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大家长还真的是有趣的人呐。哼，上一次你们来到天启城的时候，我便知道，总有一日我们会成为朋友，或是对手。很多时候，成为朋友或者对手，仅在一念之间。卓清公公，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那就要看大家长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了。我说了，我是彼岸的渡船人，而现在需要一艘船。不愧是曾经天启城中仅次于李先生的高手，我见过以气凝冰的，没见过一个眼神就能凝水成冰。苏长河，你提了不该提的名字，是吗？永儿啊，身为大皇子，母家虽然不复旧时荣光，可依然算得上是天启城前5的世家。在皇子之中，只有几个人有资格和他竞争储君之位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研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林，你呢？又走神了啊！子玲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，每一个穆家子弟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
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崎岖里慕容一生追月。心底的积雪覆盖着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，无药可救。竹难眠，两少结下的纠结。这世界有难舍当年师傅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穆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能知道是哪番话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没有意义，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啊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抓住他们！看来他们比我们想的来得更快，那我们就帮助宇哥，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走。我们要不进去吧？还是等待昌河信号吧。他说，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会传令我们进去。他们就是笨，何必进去刀刀见血呢？你的牵出阵，再配合上我研制的奇毒，对付这帮淫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小神医这是着急了。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们兄弟2人联手，就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呀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3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昌河，
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若非我们3人合力，亦必葬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得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没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3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3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，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3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4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。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
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少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剑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啊！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。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长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宋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哼哼，他的名字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啊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。姑有愧。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守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，
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还好，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苗后，走。哼，叶鼎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回来呀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，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一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黎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素王在旁，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，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。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你刚才对沐英动了杀心，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，昌黎是不同的，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。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，身为苏昌黎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。恭喜雷堡主！来，里面请。门主，客人们都已经到的差不多了，只有雪月城和唐门那边的人还未到。您看，这最有分量的客人，自然是值得花些时间去等的。是。唐门用毒第一人唐玄，怎么来的人机会是他？不是。外门掌事师范唐璜。千虎啊，抽完这袋烟我就下来。不妨。快到！此时过去不过5里便是雷门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前面有人！又是暗河，的确是暗河，但这一次
不一样。暗河苏家家主苏沐影，代号纸伞鬼；谢家家主谢七刀，代号索命鬼。我们的面子可真大，暗河的杀手都来了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冥剑排行第4的新剑，他就是雷无杰了。杀了你们苏家苏长离的人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其他人就交给我吧。雷门八剑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无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兄还是如此出口成章啊！门主让我们下山寻你回来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这本来都抱着挨罚的心思回来了，没想到在山门口碰见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位是？在下雪月城唐莲，这几位是我同门。原来是雪月城来的朋友，失敬失敬。诸位的家常可说完了？哼，听口气不像是朋友啊。师兄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无节师弟，先带几位贵客去雷家堡。这英雄宴没了雪月城，还叫什么英雄宴？师兄，闭嘴！雷家堡不能让人给小瞧了。弟兄们，立正！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走。走。一顿阵。弟兄们，让他们好好见识着。久等了，千虎。老太爷亲自前来，就算是等上1天1夜，也不妨。比你爹懂礼多了。门主，雪月城那边不等了，开宴。好，开宴！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别想往前走一步。此次唐老太爷能够亲自前来，实在是我雷家堡的荣幸。千虎，既是荣幸，就先干了这杯。多年前，我与魔教一战，此后便身染寒疾。这酒，我是多年不曾饮过。不过是身染寒疾罢了。我在这酒里放些火心草，以暖驱寒就是。怎么？难道雷堡主担心唐玄在这杯中下点什么别的东西吗？我自然是不会怀疑唐玄兄弟，只是这酒却是多年未曾饮过。不过这杯酒是老太爷所敬。好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暗河的前筑之阵，我们中埋伏了。堡主，堡主，堡主，但凡喝酒的，包括今日值守的弟子，全都中毒了。都中毒了。是。
为和唐老太爷和这2位唐门的兄弟还好好的坐在这儿。千虎，你不是也好好的吗？我得了寒气之后，天下的毒对我就不起作用了。哦，失算了。失算？我看失算的人是我吧。我已经让千痕多加小心，可还是失策了。这天下最隐蔽的下毒阵法，配上唐门最隐秘的仙霞路，实在是难以防范。唐老太爷，这千株之阵，天下只有一家人会，暗河穆家。多年不见啊，千虎哥哥。如今你是雷家堡的门主，我也是暗河穆家的家主了，久违了。果然是你，蜘蛛女穆雨墨。老太爷，就算你我2家不睦，但是你与暗河合作，就是与天下武林为敌。你这么做，又有何益处？什么暗河？我老太爷只是过来喝场酒，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想要借刀杀人？哪能啊！你也知道，这个做生意吧，自己总得出份力嘛。八军到哪儿了？按说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莫非雷家堡已经被袭了？